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最开始，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。首先是持续几十天的高温，最高甚至超过了45度。紧接着，天地干旱，湖泊断流。当人们真正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，末日已经来临。热死了，热死了！今年怎么会这么热？是啊，都连续3天超过40度了，这是要把人热疯啊！下班路上，行人匆匆，几乎没有人在大马路上逗留，全都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建筑物内避暑。我开车停在路口处等红绿灯，瞄了一眼手机，17点45分，实时温度38度。明明已经接近傍晚，但太阳还没落山，阳光与持续的高温让人有现在还是中午的错觉。今天的气温比往常都要不对劲。绿灯亮起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直行回家，而是左拐去了本市最大的一家超市，打算采购一些物资。我杀进超市，大批采购了一些日常食材，又跑到冷冻区买了些牛排和冻鱼冻虾。走进罐头区，每种罐头拿了2罐，又进入零食区，瓜子薯片扫一片，还搬了2箱矿泉水，填满了3个购物车。准备结账的时候，又扛了2袋米和2箱泡面。至此，3辆购物车满满当当，一结账1321块8毛。因为之前口罩原因封过一次小区，我特地买了个大冰柜，此时里面装了8分满，1/3格是我囤的雪糕，剩下的全是冻鸡、冻鸭和动物内脏，还有半扇猪肉。这些都是我妈从老家给我寄过来的。老家承包了一座山，老头老太太在山上养猪养鸡养鸭为乐，动不动就给我寄冻品，越存越多。叮，正把一部分饮料往冰箱里塞，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市区气象局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，大大的41摄氏度跃然在上。明日本市气温将迎来一个新的高点，达到41度以上，请各位市民尽量不要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外出，家中如有老人、小孩。41度，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，直接抓过手机编辑短信上OA走流程跟领导请假外加通知人事一条龙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我才不要出去备烧烤，当然是能请多久请多久。此时我妈打来了电话，喂，妈。小雨，你那里温度很高啊，你没什么事千万别出门，一个人在那里中暑可怎么得了，公司那边也赶紧请假别去上了。刚接通，妈妈噼里啪啦一顿问候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，不要不舍得开空调知道吗？开什么空调？我和你爸在山里面，今天最高温也才35度，晚上睡觉还盖被呢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，非要跑那么远，你要是留在咱这里，直接住到山里面来多凉快。妈妈没好气的开始唠叨，我任她唠叨了10几分钟，才终于找了个借口把电话挂断。今年夏天确实热得太反常了，打开手机全是高温提示。近期持续高温已导致欧洲各国超过1000人死亡，印度局部地区温度超过55度，有专家称这样的温度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。一打开就是全球的高温讯息，我庆幸自己生活在空调人均普及率超过100%的中国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在未来短短几天内，持续的高温再高温，会很快告诉我什么叫做不适合人类居住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接下来的周末2天，我愉快地开着24小时恒温空调，睡到自然醒，舒舒服服在家里度假。直到周一，我正美美睡着觉，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一打开是同事小黄。小雨，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呀？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我请假了，请的长假，你下个月才能见到我。大哥，天热就不来上班，你这是疯了吗？又不是世界末日。高温世界末日，没听说过吗？我嘿嘿笑。小黄跟我抱怨了几句，把电话挂了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早上8点45分，这么早，太阳就这么毒了吗？我下床打开窗户感受了一下，顿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视线所及的地方都有些扭曲。我操！我赶紧关上窗，把窗帘拉上。离谱，这也太热了。这种天气，户外工作的人该怎么活？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40度，而后面几个小时的温度预测竟是持续上升趋势，到14点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4度。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天气预报疯了？昨天的最高温还是40度，今天就要到44度。我在胆战心惊中，给自己简单做了个早餐吃掉，然后收拾了垃圾，打算趁天气还没那么热，下楼扔个垃圾。一开门，正好遇见小区物业的小陈，他刚敲开对门那户。太好了，您也在，那一起听一下。
我笑了笑，看向那个从未见过的邻居。是这样的，我来通知，近几日因为高温原因很有可能停电。如果停电不用慌张，咱们小区有太阳能供电设备，停电后需要10分钟的启动时间，然后是这段时间尽量节约一下用电，空调麻烦开26度以上。会停水吗？暂时不清楚，但还是建议家里储备一些饮用水，这高温太变态了，我们物业暂时无法保证，实在抱歉。知道了。对门的邻居点了点头，直接把门关了。看来不是什么很有礼貌的人。您这是要扔垃圾吧？给我就好，我替您扔。他甚至接过了我手中的垃圾。每平方米20元的物业费确实没有白交，小区的配套设施相当先进，服务态度又好又贴心。今天路过的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声音格外多。我窝在沙发上吹着空调，吃着雪糕，竟有些罪恶感，隐隐觉得世界要出大问题了。果然，接下来的几天气温继续上升，1个星期后，白天最高温度竟达到了惊人的46度，就连半夜都有39度的高温。所有户外工作已经全部停工，几乎所有公司都改成线上办公，高层开启紧急避险措施，开放所有学校有空调的礼堂、体育馆以及商场作为24小时避难所供没有空调的人避暑。但被热死的人的数量还是随着温度不断攀升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城市乡村火灾频繁，网络上四处是求助的视频，就连在山里的父母，最近几天最高气温也达到了40度。今天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得知他们终于还是开了空调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和父母通话结束后，我特地又拍了一遍我冰箱的存货照片，给他们发过去。刚拍完照发过去，电视突然黑了，整个房间一片安静，应该是停电了。幸好有物业小陈之前的提醒，我并不是很担心。空调停摆后，周围温度很快上升，空气也变得沉闷，每呼吸一口，吸进去的气都要热上许多。几分钟后，我竟然大汗淋漓，赶紧从冰箱里掏了一根雪糕，一边吃一边等待电力恢复。2根雪糕吃完，电还是没来，我有些坐不住了，正想拿对讲机给物业打电话问问情况，门铃响了起来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是对门的那个邻居，开不开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有什么事吗？女人示意了一下手里的东西，我定睛一看，是一根雪糕。我刚刚打电话给物业，说还要半小时，你应该热坏了吧？吃根雪糕降降温，我那里还有很多，你要是热可以跟我拿。他的声音竟挺好听，谢谢，不用了，毕竟男生在外边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可能是看出我的防备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把雪糕放到我门口的架子上，转身离开。或许真是个好人，这种时候雪糕可是稀缺物。真的好热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已经呈大字形躺在地上，像狗一样喘气，但又不敢开窗，怕外面更热。46度的高温啊！不对，15点38分更新成功。我瞪大眼睛看着手机上刚刚刷新的温度显示，差点惊呼出声。48度，已经48度了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我的手指按住屏幕，往下继续刷新，但接连3遍都显示48度。随后界面突然变成了404，手机网络已断开，界面上出现了红色感叹号。不只是网络断了，连手机都失去了通讯功能。周围的温度在不断上升，我感觉房间里也到了40度，每呼吸一口都是热气，让人觉得马上要窒息。我冲到门口，抓起门上的对讲机，按下物业通话键。许久没人接听，连物业都停摆了吗？炎热和恐惧瞬间充斥了我的内心。房间里全是我吸气呼气的声音，隔音太好，导致我完全听不到除我之外的任何声响，仿佛身处一座孤岛。冷静，小雨，你要冷静。我跟自己说着话，走到冰柜前，一把拉开，从里面掏出一只鸭子抱在怀里。这只鸭子已经在冰柜里冻了几个月，从里到外都冻得梆硬，让我稍微凉快了一些，也冷静了下来，开始分析如果我一个人在屋里面中暑怎么办。中暑应该……对了，藿香正气水。我打开家里的药箱，拆了一瓶藿香正气水，一口气干掉。能做的都做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几分钟，也许半小时，门口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各位业主请注意，我市正面临高温灾害，小区太阳能板被晒坏，目前无法恢复电力，各位业主可以暂时到地下停车场避暑。目前地下1层停车场温度为39.8度，地下2层为38度。对呀，地下停车场
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赶忙拿了个背包，换了止冻压放进去，把剩下的风油精和藿香正气水全部装进去，又塞了2个面包和3瓶矿泉水。开门的时候，对面的门也同时开了，真巧啊！以前从未遇见过的邻居高温在害爷来，开一次门见一次。跟我走，去我车里，我的车油箱是满的。眼前的这个女人看见我，就让我跟她去车里。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这样不好吧？你别误会，你应该也有车。我们到我车里吹空调，等我的车油烧完了再去你的车，这样可以多撑一段时间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有些手足无措。走廊里有窗户，阳光照射进来，比屋里还要热。我吸进去的空气都有些灼热，甚至眼睛都有些花。我喘了几口气，思考了一下，在这个高温末日下，也许多一个人未必不是坏事，而且她一个女孩子能把我怎么样？行走。随着启动的声音，车子微微摇晃，一股汽油味扑面而来。空调开着，车内的温度渐渐降了下来，虽然依然很沉闷，但至少不那么热了。周围陆续有人经过，纷纷坐进了附近的车里。我看到几个物业人员从楼梯间匆匆跑过，手里各抱着一箱矿泉水。良心物业啊，我感叹道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青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小雨，不好意思蹭你的空调。没关系。他说完，我们都没再说话，安静地感受车里凉快下来的温度。这场天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空气和氛围一样沉闷，车辆空调运转的嗡嗡声是车内唯一的声音。半晌，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。据悉，高温极端天气还将持续1周时间，请各位居民尽量不要外出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默默思考背包里的水和面包够不够吃。早知道不带那只鸭子了，还能多带点吃的或水。格陵兰岛近几日温度直逼70华氏度，冰川融化，全球极端天气，半个地球变红。科学家预测未来10年最高温度可能还会上升。小青换了几个频道，默默关掉了，继续听也没有意义。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焦虑。都是你，我说带小明回娘家3年过暑假，你偏偏不让，现在好了，都快成难民了。窗外传来抱怨的声音，听到声音我沉默了。头顶的灯闪了几下，我的心也跟着跳动。电梯都停了，停车场的灯用的是哪里的电源？好像没有听到新风机的声音，就只有灯亮着。正想着，我顿时浑身一触，卧槽，我错了，我们得回楼上去，我们不应该下楼，车太多了，一会这里可能会非常热，而且很危险。你的意思是？只要有车的人基本上都想到了可以到车上避暑。周围的车驶量有8辆已经启动，车辆尾气可能造成温度上升，一氧化碳含量也会升高，我们得回楼上去。一旦车油耗尽，还得从车里出来透气，到时候不只要经受高温烘烤，还可能直接因为吸入一氧化碳导致中毒。权衡之下，我们下了车。下车后正好看到旁边车主带着一个小姑娘，我忍不住提醒了他们一下，这里面车太多了，一氧化碳可能超标，建议你们回家。说完我直接走了。他们是我离得最近的人，我尽到了提醒的义务，没有必要当圣人。我在11楼，本来平时就缺乏锻炼，现在在高温的包围下更是举步维艰。爬到5楼，我们撞见了一个熟人，物业小陈。他气喘吁吁从上面下来，看见我们一脸诧异，你们怎么上来了？我们回家不打算下来了，你最好通知一下停车场那些人，小心一氧化碳超标。小陈神情一顿，轻声嘟囔了句什么。算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物业那边有温度计显示，现在外面不是48度，是56度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56度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病毒在56度下也只能活30分钟，这个数字实在太过惊人，我怀疑自己是听错了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左右，离太阳落山至少还要1个半小时。如果没有空调，室内与室外的温差一般是3至5度，也就是说我回家的话，很有可能受到50度以上高温的炙烤。到了家门口，太热了，身上的汗一落到地面就被蒸发。上楼的时候看到楼梯窗户的玻璃都被烤炸了，得快点进去。邻居手忙脚乱掏钥匙，但怎么都掏不到。我转过头来看着他，指了指我家门，
幸好密码锁还没被烤坏。我贪婪地呼吸着里面残余的一丝凉意。好大的冰柜！我听到小青惊喜的声音。回家是对的，我存了这么多冰，之前怕停水，也在浴室里存了大量的水，躲过剩下的1个多小时应该没问题。片刻后，我躺在浴缸的水里，水中浮着几只冷冻鸭。小青坐在对面马桶上，脚跟一只鸭子一起泡在一盆水里，手里抱着一只冻鸭凉快。浴室里到处都放着冻鸡冻鸭，画面有些滑稽，但管用就行。至少浴室的温度已经降了下来，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。你真是个人才，冰柜里面冻这么多肉，是怕丧尸爆发吗？小青一边泡着脚，一边调侃道：“我倒宁愿是丧尸爆发，这样我至少能在家里苟几个月，不用怕被热死。”我冷冷地说着，看向窗外，这扇窗户可能因为比较小，还在被阴处，没有被烤裂，外面印出黄金城市的假象，很不真实。如果这是梦，我希望能赶紧醒来。2个小时后，太阳终于落山，城市的屋顶褪去了黄金的光泽，黑暗逐渐笼罩大地。从窗户望出去，能看到一些楼层亮起烛光，看来死守家里的人还有不少。小青走出浴室，深吸一口气，终于降温了。不用他说，我也知道降温了，因为我泡在水里竟然觉得有些冷。我从浴缸中站起来，想收拾一下狼狈的自己，但脚刚落地，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。糟了！等我再睁开眼，我躺在客厅的地上，外面的天竟有一丝白，这是晕了一晚上。醒了。邻居把一瓶饮料递给我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打算先听哪一个？好的，我被自己嘶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赶紧喝了口饮料。好消息是你还活着。坏消息呢？这饮料已经是常温状态，但非常适口。喝进去一些后，我感觉浑身都有了力气，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有劫后余生之感。坏消息是昨天半夜停水了，电到现在还没来，手机也没信号。对了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手机的收音机功能还能使用，在电量用光前我们还能听新闻，我还有1%的电。邻居笑了笑，打开收音机。沙雕市人民广播电台，沙雕市人民广播电台，请所有民众白天尽量待在家里，注意补水，不要外出，等待救援。本次高温灾情已影响全国9个省，最高温度可能达到60度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最高温度60度，我麻木地看着他，还不如不听。这个数字让我怀疑自己在火焰山上。你家有充电宝吗？充电宝有。对了，充电宝。听到邻居说充电宝，我立刻来到卧室，拿出一个快递，是我去年买的家用太阳能充电设备。因为这几年升值赚了不少钱，所以就各种买，结果很多东西买了放在家里，一直在吃土。宇哥，你太厉害了，居然有这好东西。邻居看了也兴奋起来，于是我们把太阳能充电板放到客厅飘窗上，拉上窗帘，又把小冰柜放到客厅的窗户边，再摆上一个风扇。1个小时后，太阳升起，果断按下开关，电器启动的声音以及风扇开始工作的声音犹如天籁。我这台小冰柜的功率并不是很高，如果太阳能充电板给力，维持功能应该不是问题。现在冰柜里的矿泉水是足够的，一部分是我的，一部分是从邻居家里搬来的。他是做沙雕动画的，常年不出门，在家干动画，靠着各位的小心心维持生活。他家里物资也不少。随后我们清点了一下，把融化的雪糕全部扔掉。冰柜里原本有一些冰鸡、冰鸭、半扇猪肉和一些鱼虾，这些肉类在这种天气下很难保鲜，把它们全部放在阳台上铺开，看高温能不能烤成肉干，方便保存。剩下的蔬菜经过高温的洗礼也坏得差不多了，直接扔到阳台，撒上点盐，试着晒成菜干零食，全部整理好放在客厅。最后还有一袋苹果，趁着这2天还新鲜，赶紧吃掉。小雨哥哥，你真是个人才，竟然在家里藏了这么多好吃的。我听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。你别这样，叫我名字就行。接下来我从卧室拿出机会出来打发时间，这些书从来没翻开过。现在高温天气，手机没电，只能硬着头皮看。邻居也没再说话，开门出去。回来的时候拿了几本书和小袋子在旁边坐下。随着时间有时温度直夜升高，我把冰柜打开一个小缝，开电风扇就把冰柜开大点位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把阳台的那些肉全都收了进来，满地都是烤出来的油脂，肉香扑鼻。邻居每天晚上回自己家睡，白天才会过来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们每天吃着晒干的烤肉，冰柜的饮料。习惯了高温后，有那么一瞬间竟觉得岁月静好。这天一早，看到邻居兴奋地过来找我，小雨，你快看，外面是不是下雨了？说是下雨，就只是零星的几滴水而已。
如果你不仔细去看，根本就看不到，因为雨点在半空中就被高温蒸发完了。我从阳台往下看，外面依然是金黄色，太阳高高挂起，温度照常上升。打开手机，原来是隔壁城市的人工降雨，我们这里蹭到了一点，虽然这点雨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有人工降雨的来临，说明高层并没有放弃这场灾难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能等到降温的那天。不能对生存失去信念，屏幕前的你们也一样。我把家里最后的一箱水搬过来了，高温天气不会持续太久，应该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天对面楼有几处着火，浓烟滚滚，遮住了一部分天空，阳光透过黑雾洒出一片鲜红的针尖，周围还裹着一圈橙色的光，杀气腾腾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我有些心不在焉，到底什么时候高温才能结束？这几天为了节约用水，只有上大号才冲厕所，洗澡也是用湿毛巾简单擦身子，但也架不住时间长，温度高蒸发快，厕所水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一天冲一次吧。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向邻居提议，邻居听了露出苦笑，但没有拒绝。我们都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结果。幸好3天后的半夜，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场雨，同样是人工降雨，只是这次降在了我们城市的上空。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声音直接惊醒了我。我把所有可以接雨水的东西都放到了阳台，力求多保存下来一些水。我顾不得矜持，脱掉衣服，用雨水洗去一身黏腻，感受雨水拍打在脸上的感觉，浑身舒畅。我听到楼上楼下都传来开心的笑声，显然这栋楼还有许多人在坚守。半小时后，雨就停了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桶里面只装了不到1/3，但带来了足够的凉意和希望。我和邻居为此开了2罐黄桃罐头，当做给自己的奖励。食物还有很多，高温本来就会影响人的食欲。现在那烤干的半扇猪，我们一口没动，只吃掉了几只鸭子和鸡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定能熬过去。刚收拾完屋子，又多出了一个好消息，手机恢复信号了，有许多短信第一时间涌了进来。为了不错过外界消息，即使之前没信号，我们也都默契的每天把手机充满电。我拿起手机，简单看了一眼那些短信，基本都是安全提醒和高温通知，还有一些是高层发布的避难所讯息，顾不得去一条条的看，我赶紧拨打我妈的电话，结果提示关机。我连忙拨打我爸的手机号码，无法接通。想了想，又翻出大舅和三伯的，把家里亲戚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，关机还是关机。我开始慌了，抓着手机继续拨打电话。终于在我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，电话本里面很多年没联系过的一个表姐接了电话。喂，我是小雨。啥？小雨大雨？表姐，我是你三姨的孩子小雨，你知不知道我妈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一个人在外地，联络不上他们，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说话。哦，是你呀，我不知道，你要不然打一下避难所电话问问。这位表姐还算给力，立即给我发来了一排当地避难所的电话。我立即拨打，但查了3个都没有发现我爸妈的名字。想继续查，手机里却传来一个标准语音：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预感大事不妙，继续拨打下一个，也是一样的提示。再看手机信号，又变成了0格，信号断了。接下来的几天再没好消息了，因为温度很快又升高了，比人工降雨前还要高还要热。我看着墙上的日历，从我请假第1天开始算起，已经过了23天，这中间温度几乎一直在攀升，只在人工降雨的那天稍微降下来一些，但马上攀升到了60度以上。没错，地球已经快炸了，或者该说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在地面上生存了。网上的一些人也许说对了，人类就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的病毒，现在地球正在发烧，要靠高烧来杀死病毒，这是人类的末日。想什么呢？快帮忙扶一下要掉了。邻居搬着2箱矿泉水路过，被高温烤变形的瓶身歪歪扭扭，也不知道他家里怎么会存着这么多的矿泉水。这些日子前后他至少搬了10几箱。我在想，会不会继续升温？我帮他把矿泉水挪进卧室，一瓶瓶放进冰柜里。这几天最热的时候，已经让我恨不得钻进冰柜了。你也想点好的，要想今天是不是要降温了？昨天就降了半度。邻居抿着干裂的唇，轻轻地说道：“补再多的水，也经不起这样的烤法。”我的嘴唇也好不到哪去。其实吧，有一个可能，我们马上就要热进化了。你没发现我们到现在都没中过暑吗？我本来就没中暑基因，小时候40度都跟我妈下地干活。我摊了摊手，邻居听了乐呵呵，转头看我，笑得像个傻子。你管这叫中暑基因？真巧。
我家祖上3代也没中暑基因，我长这么大就没中过暑。最高纪录是39度太阳下打球，把对手3人加上队友2人一起打到中暑住院。我是给他们打120的那个。哇哦，牛逼，干一个！我掏了瓶饮料出来，也塞给他1瓶。我们的饮料不多了，喝1瓶少1瓶，但人总要过日子，不是吗？干！邻居接过去，我们开心一起打开瓶盖，猛喝了一大口，舒服。他发出了叹息声，就是躺倒在沙发上，饮料是在冰柜里放了1晚上的，当然舒服。高温之下，我们需要冰柜的冷气降温，无法全部封闭，加上功率不足，冰柜里的冰层早就融化了，现在就跟保鲜层的温度差不多，只有晚上能稍微冰上一些。现在不喝，过一会冰气也会散开。我学着他躺倒在地板上，看着天花板的琉璃灯，这盏灯还是我灾情前刚刚换上的，现在还很新，只需要有一点点亮光就能光彩夺目。突然我好像看到那盏灯晃了几下，我眼花了吗？我揉了揉眼睛，结果发现灯晃得越来越厉害，是地震！快逃出去！快跑！地震了！摇晃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地震！很快我脑子里想起了一句话：大旱之后必有大震，以及我所在的 S 市正处于地震带板块边界处。来不及再多想，我俩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在消防楼道内奔跑。有时候死亡的恐惧真的会激发出人身体的潜能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奔跑。在大楼倒塌前，我俩终于跑到了空旷地带，周围也都是逃跑的人们，其中还有那眼熟的物业小哥。大约10几秒后，轰的一声，整栋楼轰然倒塌，顿时往日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堆废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摇晃的感觉渐渐减轻，直至消失。所幸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太可怕了，在灾难面前，人们真的太渺小了。我们害怕地震过后还会有余震，所以便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不过好像我们也没有家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颗水珠滴落在了我的手上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雨水已从天上直泻而下，打在废墟上，有一丝灼热。不好，是酸雨，快去避难所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避难所。之前表姐给我发的有避难所的信息，我因为家里有太阳能设备就没有考虑，眼下只有先去避难所了。而避难所里的情况现在也不容乐观，沙雕这座城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现在如何解决人口已经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大问题。民间自发成立了不少大型避难所，他们中有一些甚至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基础设施，但这些能提供更好生存环境的避难所，为了筹措物资，大都会向报名成员索取门票，也就是准入门槛。配置好些的避难所要自己主动上缴成吨的生活物资，就算那些配置差些的，也会要求上百斤粮食作为准入许可。如果你身上没有携带物资，就只能持续的在坐吃山空中等着官方的救济。而我们因为地震身上什么都没有带，能进来就不错了。手机也没了信号，现在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。看了一眼手机地震前接收到的一条短信：尊敬的用户，受到全国各地极端高温天气影响，部分地区发生地震，请不要恐慌，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小孩，耐心等待政府救援。政府救援怕是等不到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坐在了我的旁边，看着我的手机短信说，他指了指上面，温度一直升高，快70摄氏度了，飞机根本没法过来。我抓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抖动起来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坐以待毙吗？兄弟姐妹心连心，来了都是一家人。帅哥了解一下，阳山避难所招收第一批成员，免费提供食宿，24小时供水供电，自带大功率发动机组，无需任何物资门槛，男女不限，英俊帅气者优先。一则广告，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，既没有大牌避难所需要遵守的一系列内部规则，也没有骗子避难所的感人肺腑、柔情蜜意，这简直就是一股泥石流。青青来看看，心不心动？青青走过来，满脸疑惑的看着广告，刚开始也是露出玩味笑容，但没多久就严肃起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看一看，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拉倒吧，我怕嘎我腰子，这明显是个骗局。在这个乱世内，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第二天一早，透过窗外看到拥挤的人流，慢慢的竟然有些困倦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冷不丁抬起头来，发现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正有许多人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。和大多行色匆匆的人不同，这些排队的人虽然焦急，但却没有一个敢高声喧哗。我不禁的开口道，那些人排队干什么呢？难道是领每天的口粮？闻言，邻居把头探出窗外，注视了片刻后便摇摇脑袋，看着不像，都这个时候了，
那些排队的人穿着打扮也丝毫不见脏乱，应该不是差那些口粮的人。那咱们过去看看，原来这地方是官方第2座避难所的报名地点，难怪之前只听过官方避难所的风声，但从来没有听过该怎么获得进入的方法。据说第1座避难所已经建成，可以容纳10万人，但从建造开始，他就没有向外部发布过任何名额。将要入住进去的人，不是科学家，就是指征的官员、军人们以及这些人的家属。现在第2座避难所的主体结构也已搭建完成，同样是容纳10万人。虽然想要报名会有上交1000斤粮食的硬性指标，但听闻消息的人依旧蜂拥而来。我和小青也走了过去，参加了报名。因为我们没有粮食缴纳，所以政府给我们分配到了开荒小组。所谓开荒小组，就是在地下建造新的庇护所，来维持更多市民的生存问题。地上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科学界经过讨论也存在了广泛的共识，人类活动导致了地球变暖，同时全球气候系统经历着快速而广泛的变化，且部分变化已无法逆转。高温危机真的来了，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。对于人类来说，如果没有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，任何星球都不能称为家园。希望仅以此片让大家更加爱护环境，让流浪地球成为科幻，让现实中的烈日永远不再降临。